开海捕鱼来的第二次出来外海放网了，这一次放的位置比较靠外面了，看一下这一次的收获怎么样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德彪哥。早上的7点多钟啊，今天又是准备出海去捕鱼了。今天是准备是开海捕鱼以来的第二次出海捕鱼啊，一样也是要去外海的。上一次外海的收获是非常的不错，收获了够多的小剥皮鱼啊。然后这一次也是准备去外海，看能不能像上一次外海捕鱼收获那么多就行了吧。最好是能来多一些值钱的鱼货。好了，现在把装备收拾一下，就准备过去船上那边了。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就要比上一次出外海要晴朗很多了。上一次出外海半夜可是刮大风呢，所以没办法就加快点速度拉网就回来了。准备出发。好了，现在船只也启动了，直接出发过去外海。从这里开到去我们要放网的位置，大概也是要差不多2个小时多一点吧，10几海里。今天放网的位置就差不多离小岛要远一点了。休渔期过后也是没有在那个位置放过网啊。你看近海这边的海水是呈这个碧绿色的，这边已经有人放完网了。你看到达外海这一边，海水的颜色立马就不一样了吧？大海跟天空颜色是一样的啊，海天一色，是真的漂亮啊！今天不去小岛附近，离小岛远一点开始放网了。找准位置啊！今天同样是6000米的渔网，分成4个网放到海里面去，差不多一个渔网要1500米，但是有一些网会长一点，有一些网会短一点。也并不是那么平均的，要求不高吧，就像上一次出来外海放网，搞多一点渔获就行。虽然没有值钱的鱼，但是上次的收获挺好的。至于为什么我们要人工放网啊？因为人工放网的网会比较直一些，网不会缠绕在一起啊。人工放网的网会比较顺一些哦。也许这样捕到的鱼获会比较多哦。并不是没有尝试过直接用船拖过去，网就直接放下去啊。但是那样子放网，网容易常乱掉。人工放网的话，网可以拉得比较直，就像这样子，大家看一下。肯定也是网放得直一些，能拦住的鱼获会比较多一点的，是吧？这也都是经验之谈来的。网放完之后，就打个浮标，做个标记就行啊。天黑之后再过来拉网。下一个网就放在2座小岛的中间位置放网下去。基本上2座小岛的中间存积的鱼获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2座小岛的中间礁石区跟海花区会比较多，鱼经常游在2座小岛的中间这里位置游动。好的，放完网放一块石头下去垫底固定住网，然后把浮标放下去就行了。然后就把船开到小岛的旁边就过去休息了，也是要休息到晚上的时间才过去拉网啊。又是准备开去熟悉的这一座小岛这边停泊下来休息了，也没停得那么近吧，把固定船着的船锚放下去就行了。感觉也是挺困的，没怎么睡好。船停好了就可以熄火了。毕竟休息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，然后就准备先做个午餐吃一下了，也是中午的1点多了。午餐下去煮了，然后这边先喝杯茶润润喉。时间比较充裕啊，不慌不忙，先冲洗一下甲板。午餐煮好了，准备吃午餐啊，搞点番薯粥吃下。还是很有潮汕人的特色啊，吃午餐配4个菜呢。吃完午餐就先休息一会儿，睡一会觉吧。差不多等到天黑之后还要继续做个晚餐吃，吃完晚餐再去拉网。没一会儿啊，天色也就慢慢的黑下来了，天开始黑了。现在才5点多啊，天黑得越来越早了，估计6点多天就完全黑下去了。我先去煮个晚餐吃一下，晚餐的生活会好一点吧。晚餐有肉吃啊，搞点咸菜煮点猪肉吃一下。吃完晚餐天也是差不多完全黑了，
然后就准备过去拉网了。先把机器给启动了，把固定船只的船锚拉上来之后，就过去拉网啊。这个固定船只的船锚要用起网机拉上来才比较轻松啊，要不然估计要用2、3个人的力气才能把这个船锚给拉上来呢。好的，就这样子，船锚也拉上来了，然后就准备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网了，看一下能收获什么好货吧。也是希望接下来能收获满满啊！好了，网也拉上来了，怎么感觉这个网好像挺脏的哦？可能这一次的海底有淤泥的存在哦。来渔获了，今天的第一条渔获是一条小真鲷跟一条加鲫鱼啊，跟上一次出来放网收获不一样哦。然后就是2条小剥皮鱼啊。咦，还来了一条16枚哦！这一会上来的渔获种类挺多，才拉一会网啊，上来了4种渔获啊，都不一样的呢。不过这4种渔获小剥皮价格比较高，然后就是16枚了。泥猛鱼也来一条哦，感觉今天的小剥皮就没有上一次那么多啊。上一次每拉一下都有好几条小剥皮上来啊，这一次拉一下才个1、2条上来而已哦。不过这一次的网是真的脏，而且是沉底网啊，肯定也是海底的海水比较浑浊，所以才会导致这个网比较脏，就没有什么渔获了。海底比较脏的话，渔获就基本不会在海底那里游动，就会偏高一些游动。但是我们放的是沉底网啊，只能捕到沉底的这一段的渔获。石头蟹倒是上来了一只啊。怎么拉了有一段网没有看到渔获上来了，奇了怪。小剥皮鱼还是会有的，毕竟上一次的话还捕到了那么多的小剥皮鱼啊，所以这一次的数量应该也是不会少的。上一次的话还可是捕到了60斤的小剥皮鱼呢，有可能是位置的问题。小剥皮鱼就直接放到活场里面养活起来啊，毕竟养活价格比较高。只要碰到这个网这么脏的时候，基本都是拉不到渔获的。干净的那一段就有渔获了，是吧？干净的这一段有小剥皮鱼，毕竟是旺季，数量应该是会有的，是可能没有上一次多，估计是今天放的这个位置的问题，还特意跑来外面一些放网呢，也是奇了怪。网格河豚啊，有剧毒，把它丢回海里去。正经的渔获倒是没来多少，网格河豚这种不正经的倒是来了。香头啊，这条香头看起来也不小，应该也是要半斤以上的。上一次的话也没捕到几条香头啊，好像都10条不到吧。但是上一次的话海香头都相对比较大条一些哦。而且上一次的渔网每拉一下都有渔获上来呢，这一次的效率突然就不行了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天气晴朗太久了，没有刮台风导致的？今年的夏天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台风啊，没有刮什么风就导致海水比较浑浊，这一边的海水没有与外海对接啊。再来一条小剥皮鱼。这条小剥皮相对就大条一些了，估计有个3两多，但是确实这一次的渔获不多，看来网还是不能放得太外面啊，要放在小岛的旁边比较好一点。有点失算了啊，还以为外面的渔获好一点呢。近海那边那么亮的全是那一些灯火捕鱿鱼的渔船啊，数量还是挺多的，这个季节都是这样子的。还是小剥皮鱼，这一个网差不多都拉了2/3上来了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依然还是不是很理想啊，渔获比较少，也就小剥皮应该上有几斤上来而已啊。其实也就剩下小剥皮的数量比较多而已啊，其他的渔获基本也没什么数量了吧。没拉几下还是有小剥皮鱼上来的。现在才刚开海捕鱼没多久啊，渔获数量突然就变得这么少了，可能也是因为海底的海水太浑浊的关系吧。
就是不知道小岛的旁边会不会这样子啊？如果小岛的旁边比较清澈的话，那下一次出海就不一样了，可能就要进行围岛放网了哦。毕竟我们每一次的围岛放网收获都是还不错的。渔获不够，石头来凑哦，证明这一个网还是放在礁石区的旁边的。就是没有想到，既然是礁石区，那海底的海水还这么浑浊啊！来了一条加吉鱼，这一个网的加吉也不多，决明2长鳍鲷，肉质其实还是挺不错的。加吉我就比较喜欢拿来香煎了，因为加吉香煎之后再煮个酱油水，味道还是非常好的。当然煮个普宁豆酱也不错。渔获这么少，是时候来值钱货了吧？渔获少的话，就应该来一点值钱货才能弥补一下哦。又不知道后面的3个网渔获情况怎么样，也就剩下上一些小剥皮而已了。这条小剥皮还挺大条的哦，你看一下，这条至少要半斤以上了。你看这个网上面连的都是海底的，像这些淤泥呀，还是什么东西的，也就是海底的海水比较脏导致的。你看一下我们上一次出海捕的渔网多干净啊！渔网干净的同时，渔获也比较多。渔网一脏那就不一样了，渔网一脏，渔获就少啊。鱼肯定也是不喜欢海水浑浊的时候出来游动的嘛，所以连上来的渔获也比较有限，跟上一次外海的收获是天壤之别哦。但是也不至于空军吧，就是渔获少很多而已啊。依然是小剥皮鱼。今天的小剥皮都养活起来，养活后回去卖，看鱼排的价格会不会更高一些。渔获没几条，石头倒是挺多的。海底的礁石啊，一般都是丢回海里面去，鱼就经常在礁石区活动。这一个网差不多也就是接近尾声了，剩下最后的几片渔网了。渔获不多啊，这一个网的渔获差不多也就补个油钱差不多吧，人工费肯定是赚不到了。来了一条龅牙妹，我们这边就叫龅牙妹，因为它的2个门牙是挺长的。鹦哥鱼也来了一条，好像也是今天的第1条鹦哥鱼吧，看起来就不算大条哦，半斤左右吧。加吉也是来了一条。网快拉完了，希望下一处地方的位置就不要像这个位置渔获这么少了，起码海水再清澈一些，不要这么浑浊，什么都是渔获会多一些的。失策啊，还故意把网放得这么外。下一个网就比较里面一些了，然后还有2个网是放在2座小岛的中间呢。最后的那2个网应该渔获就会好很多了，这一个网也就靠这一些小剥皮鱼了。还来了一条小观赏鱼啊，这种观赏鱼我们就不要了，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吧。最好这一个网应该捕到的小剥皮有个6、7斤还是7、8斤差不多吧，平均应该是有个3条1斤左右的规格啊。这个搞成破了这样子，20几条的小剥皮应该是有的。这6、7斤的小剥皮也能值个小几百了，这小几百就够补油钱了。香头倒是来了一条啊，这一网也没见几条香头上来哦。好啊，这一共也就拉网了，然后就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，希望下一个网收好一点吧。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下一个网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。我是脑的彪哥，还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精彩的外海捕鱼视频哦。